白鹿不顾央媒警告顶风作案，再迎2大噩耗，被牵连的不止杨颖。娱乐圈现在是个什么局面？演唱会这口饭，谁都想吃一口。人民日报亲自下场，那措辞差不多就是点名道姓了。热搜第一挂在那，底下该干嘛的还干嘛，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从容。白鹿这波算是撞枪口上了，跑男那点破事还没彻底翻篇，转眼一场天价演唱会直接把人架在火上烤。全网都傻眼了，这票价是认真的吗？紧接着又来2个坏消息，跟他沾边的一个都跑不掉。Baby 也被拖下水，而且这回不是他一个人遭殃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前几天央媒那篇点评，话说的挺直接。跨界歌手开演唱会这事，本来就让人看不懂。偶尔圆个梦开一场也就算了，结果有人开起来没完没了。这次央媒直接把态度亮出来，话说的也挺狠。没实力就别来沾边，想要流量也得看自己配不配得上，不然结果只会更糟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个硬门槛。你一个演员，唱功连 KTV 水平都不如，凭什么站着几万人的场子？粉丝滤镜在后，也挡不住现场音准飘到天上。央媒那篇文章既不委婉也不留面子，他点出的问题其实很清晰，专业的事就该交给专业的人。流量这东西，单向输出还行，真到了要真本事的时候，反而会反噬。有些人可能觉得开演唱会不过是粉丝内部自嗨，关外人什么事？但问题是，这已经不只是圈地自萌了。票卖高价，市场资源被挤占，真正能唱的歌手反而没舞台。央媒这态度，说白了也是提醒：流量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要是没有真功夫撑着，迟早的他，到时候连个台阶都找不到。白鹿把资格拿下来了，票价定的跟别的艺人不一样。一查那个数字，好家伙，是他出道10周年的日子。这种感情绑架的套路，恐怕也只有铁粉能买账了。外面说的也邪乎，说他为了这次演唱会放弃这放弃那的，还专门去国外训练了一番全开麦唱跳，具体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。但如今很显然他没赶上对的时候，网友的容忍度如今可谓是一降再降。黄牛却把票价炒上了天，他也不知道好好联合卖票的机构管管。一个演员突然站出来搞演唱会，这事儿本身就透着股不对劲的劲儿。关键是他真的有什么歌可唱吗？值得大家掏上千块钱去听一趟？想想也是，影视圈里好像总有人把粉丝的热情当成可以无限兑换的筹码。一部戏火了，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，能唱能跳能主持。可那点观众缘，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好在心里还有点数，没搞什么全国巡演，就整一场，完了就完了。真要是弄起巡演来，舆论恐怕得把他的口碑掀翻天了。到时候票价打折都救不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，不是唱下去。这环境越来越臭，说穿了就是被这种心态一次次喂出来的。粉丝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要听歌为什么不找专业歌手？跑男导演姚一天，某种程度上算白小姐的贵人，也是埋她的那个人。这节目刚上那会儿，白小姐挺能豁出去的，泥地里打滚都能笑着玩起来。那会儿观众吃这套，爽朗不做作的标签贴得挺牢。结果今年播着播着，口碑直接摔地上。不是节目变了，是他状态不对了，整个人散着，一副跟谁都很熟，不用再演的姿态。松弛感这种东西，放在刚出道的艺人身上叫真实，放在有点流量的人身上就叫敷衍。他大概是混熟了，觉得不需要像新人那样绷着了。跑男这个综艺呢，就是要演员持续输出体力和情绪价值的，一旦收着演，
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前面攒的那些好感就这么一点点漏光了。这一季跑男里，唯一让观众觉得这人是不是来度假的，只有他一个。网友眼睛又不瞎，他往那一站，整个气场就跟其他成员完全不在一个图层上。李晨、郑恺那些老油条，每次游戏都恨不得把鞋跑掉，跟他对比一下，卖力程度简直是两个物种。最让人膈应的还不是他自己摆烂，是他摆烂就算了，还非得上嘴皮子一碰，把别人拼命努力的样子踩成，太较真没必要。真就自己躺平了，还得把站着的也拽倒。网友说他飘了，不尊重老前辈。这话听着刺耳，但粉丝确实一茬一茬的跑，像泄洪。他全程没吭声，就看着那堆舆论自己发酵。大家以为他心大，结果团队出来一通操作，黑料扫得干干净净。这招数老江湖了，娱乐圈那些个风浪，翻来覆去就这几样。他倒是沉得住气，从头到尾跟没事人一样。粉丝跑归跑，人家不心疼，未必，但表面功夫要做足，这就是姿态。仔细想想，他不回应其实挺聪明，一回应，那点破事反而越描越黑。干脆冷处理，等风声过去，再让团队擦屁股。不少明星都栽在沉不住气上，他算稳的。黑料这东西，很多都是捕风捉影，有的确实是以前自己做的，但更多是被人故意坑。团队能压下去，说明背后有人撑腰。这圈子没人没资源的早就被踩死了，哪还有翻身机会？粉丝流失这事其实挺要命，以前追他的人恨不得把他捧天上，现在转头就骂，但他也无所谓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老本还够啃几年。只是这种不拿粉丝当回事的态度，迟早反噬。做这一行，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，觉得自己红了，可以随心所欲了，但忘了当初是谁砸钱给你冲销量，是谁熬夜给你做数据。现在冷了人心，以后想再捂热，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也确实没必要对所有声音都回应。有些人就是纯发泄，你越理他越来劲。团队出手，算是最实际的解法。毕竟互联网没记忆，过2天大家就忘了这事。都这样，今天骂你，明天夸别人。娱乐圈就是个轮回，没有永远的黑料，也没有永远的红人。他能撑住这一波，后面能不能翻盘，就看他自己了。但团队处理问题的速度，显然跟不上他负面新闻的更新频率。这边刚压下去1条，那边又冒出来2条，最近更是直接砸下来2个坏消息，连带着杨颖也被卷了进去。这次演唱会，他本来是想好好秀一把的，准备了挺久，弄了首新歌，结果歌一放出来，评论区直接炸锅，一堆人跳出来说他抄袭，歌词和旋律都跟另一首歌撞得严丝合缝，也不管事实怎么样，先骂了再说。后来专业的乐评人把谱子拿出来比对，旋律和声走向一对，发现根本算不上抄袭。但这会儿风向已经定了，黑的白的早分不清了。抄袭这俩字一旦在热搜上挂了，想洗掉基本等于让烟重新聚回烟盒里。第一印象这东西，大多数人只认自己愿意看到的。粉丝数再次暴跌，路人缘就这么散了，像风吹过手心，什么都没留下。蝴蝶效应说起来玄乎，其实就是一件事的后果会像雪崩一样滚过来，躲都躲不开。口碑这事一旦开始往下掉，波及的不只是他自己，连早就不再跑男玩的 Baby 都被翻出来做对比。网友觉得这俩人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上过同一个综艺，演起戏来都让人不知道该夸什么，现在连处境都像复制粘贴。唯一的不同是 Baby 背后有个黄晓明，手里还有儿子这张牌，
顶流的热度也还挂着点尾巴，再差也不至于跌穿地板。莫离剧组这次是真被拖下水了，投资拉到顶的大项目，偏偏撞上他这出戏。程磊原本的热度被压得死死的，这剧要回本都悬，整个剧组折腾半天全白搭。没人敢明说，但心里都憋着火。央媒那篇点评砸下来，他硬是扛住了，没翻车。可下一个10周年演唱会，怕是悬了。这场争议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边界感的缺失。有人把台下的客气当成了台上的通行证，结果就是翻车翻得毫无悬念。那个具体的行为，放在任何公开场合都算得上冒犯，何况还是在镜头底下。当事人事后解释说是开玩笑，但这套说辞站不住脚，因为玩笑的边界从来不取决于说的人，而是取决于听的人的感受。当然，也有人觉得是反应过度，但那是另一回事。又括号，舆论场上的战队很快分成了两派，一派觉得必须严肃处理，另一派则认为上纲上线没必要。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类事件反复出现背后的逻辑。它暴露了一部分人对权力关系的迟钝，或者说是对对方可能不舒服这件事的漠视。而一旦事情发酵，补救的成本往往远超当初克制一下的代价。说到底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，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。在这个谁都能录一段、发一条的时代，任何越界行为都可能被放大成公共事件。那个动作，那句话，如果放在10年前，可能连水花都没有。但现在的语境变了，观众不再愿意为无心的冒犯买单，他们要求更清晰的边界。这或许不是坏事，至少它逼着每个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。至于谁对谁错，各自心里都有杆秤。